去干什么？外面全是拿着刀的士兵，你还是赶紧跑吧。太子殿下昔日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如今他身陷绝境，我便是一介侍女，也绝不能袖手旁观。你干嘛？要救就你去救好啦。太子萧景琛弑君独后，意图篡位，本皇子今日就替天行道，除了这叛贼，全体禁军听令，许反贼萧景琛首者赏金10000两，给我杀！姐姐，人太多了，你现在进去就是送死啦！赶快跑呀！快逃，来不及了！小老鼠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帮我进去看看正殿里还有人吗？我刚打那儿出来，好家伙，好些人躺地上，就太子跟凌风俩人在里头。东宫的护卫竟只剩凌风一个人了，门口这么多叛军，他们肯定撑不了太久。殿下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绝不能袖手旁观，只能使出御兽秘术了。百鸟听诏，速来救驾！是什么鬼东西？哪来这么多鸟？啊！我的眼睛，快滚开！麻烦你了，小麻雀。看在之前我投喂你的份上，帮我把太子殿下从密道带出来，好不好？这御兽秘术极消耗气血，但是为了殿下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希望小麻雀能成功带出殿下。这些鸟今天真是怪了，着火了也不跑，倒像是特意在引路。殿下，您受伤了。站住！你是谁？怎么会在这里？灵秀，东宫已破，你一个毫无武艺的婢女，不赶紧逃命，来这里作甚？当年我快要饿死街头的时候，是殿下救了我。今日殿下有难，我怎能独自逃命？叛军遍布东宫，你有何证据证明你不是三皇子的人？殿下，林护卫，叛军还在前院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随我来。你最好没有骗我，若是你敢耍花样，我定不饶你！都给我仔细着！上面有令，不允许放过任何可疑人物。行了。城门已经重兵把守，今夜绝无可能强行出城。姐姐，街上全是穿铁甲的人，你们这样出去肯定会被抓的。小黑，你知道哪里没有穿铁甲的人吗？让我想想。对了，拐过这条街有一处荒废了的宅子，里面已经很久没有人去过了。我偶尔会去那抓老鼠。既然今夜出不了城，那就先找个地方落脚。我知道一处废弃小院，偏僻无人，可以先去那里躲一晚。这座小院是我之前出宫采买时发现的，已经荒废很久了，没人会来，可以先在此处休整。三皇子谋逆登基，殿下手中有传位密诏和边关10万大军的虎符，三皇子定然不会放过殿下。京城绝非久留之地，我们必须尽快出城。我去打些水，你和殿下的伤口先简单清理一下，出城的事我来想办法。小黑，帮我个忙，你去各个城门转一圈，看看布防有多严，有没有能混出去的空隙，回来告诉我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4个城门我都跑遍了，每个城门都站满了拿刀的人，城墙顶也有人来回走，根本出不去。不过我在糕点铺门口捡了一兜吃的，你们可以拿着充饥。谢谢你，小黑。城门守卫这么严，如果等到三皇子发现太子殿下没死，那时候就更出不去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放手一搏。明日我强闯南城门，动静闹大点，引开叛军。你带着殿下往北城门走，我留下来断后，拖住追兵。不行，你现在也有伤在身，城门守卫森严，硬闯等于自投罗网。殿下重伤在身，仅靠我一人之力也走不远。那如何是好？殿下现在昏迷不醒，等到三皇子找不到殿下尸首，就更来不及了。你弄啥嘞？可别逮住同事啃哦！有办法了。小薛寒，弄啥嘞？弄啥嘞？耶，恁咋能听懂俺说话嘞？小家伙，你去召集附近的血患，看能不能顺着城墙根的排水孔往外挖，破出一条能容人匍匐通过的通道，通往城外。挖洞还要挖那么大嘞？
这不得给兄弟们的爪子赶成新球嘞！学环帮帮忙，这是给你们的报酬。等洞挖好了，我再给你们更多吃的。少废话，姐姐让你干你就干，不然我让全城的猫来把你们的鼠洞全掏光！又没说不干，怎么还威胁叔叔呢？放心吧，保证挖通，但是记得要给报酬哦。街上还没有贴上告示，看来三皇子还没有发现太子未死，得抓紧时间出城。搁这儿嘞，成了！这群小家伙动作还挺快。还好这洞本来就通，就是毒死大半了，不然哥几个的爪子非得抡出火星子喽。干得好，这些吃食是给你们的报酬。咦，真香，真带劲儿！万事俱备，只等入夜了。灵秀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找到出城的办法了吗？城墙下面有一处塌了的排水口，咱们今晚从那儿出城。我还带了些食物，咱们路上吃。排水口？那地方应该很窄吧？怎么能过人呢？我之前就听宫里的老人说过，这城墙边有一条荒废的排水暗道，直通城外。我今日去探查，果然找到了，就是有些淤堵，我已经疏通开了。来不及多说了，赶紧换上衣服走。我们真的出来了！得把洞口堵上，虽然被发现是迟早的事，但是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吧。启禀陛下，东宫上下已清扫完毕，但末将带人搜遍东宫废墟，并未发现萧景琛的尸首，那份传位密诏也不见了。一天一夜了，你现在告诉朕，人不见了？陛下息怒，东宫废墟里确实没有发现太子的骸骨，只有几个烧焦的太监尸体。废物！萧景琛手握传位密诏与边关大军的青铜虎头兵符，他若不死，朕这皇位如何做得安稳？传朕旨意，全城戒严，封锁所有城门，全境追杀萧景琛。凡提供线索者，赏万金，封万户侯。活要见，死要见尸。末将领命，掘地3尺，定将逆贼萧景琛捉拿归案。我的好哥哥，凭什么你能稳坐太子之位？既然父皇处处偏袒，那我只好把你们都杀了。这天下只能是我萧凌的。凌霄姑娘，多亏了你，我和殿下才能逃出来，这份恩情，凌风没齿难忘。灵祸也严重了，我也是为了报答殿下。如今已经出了城，我们接下来该往何处去？镇守西北边关的陆啸将军，当年受过殿下提携，对殿下忠心耿耿。只要我们能赶到西北，拿着兵符，殿下便可举兵清君侧。小飞，你怎么跟过来了？是城中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们落了东西在里面，还好让我发现了。城里现在贴满画像，正到处找你们呢。这是殿下的随身玉佩，这黑猫还真是通人性。三皇子这时候肯定已经发觉太子不见了，咱们得赶紧离开京城。官道两侧全设了重兵卡罩，盘查的极严。我们一旦现身，必定会被层层围剿。既然官道走不通，那就改道苍梧山。山中地势复杂，林木茂密，唯有深入苍梧山腹地，才能借地势甩开追兵，也能避开官道上的卡哨。山林凶险，殿下的伤势恐难支撑，万一遇到猛兽也是大麻烦。有我在，山中的东西伤不到殿下。罢了，
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统领，大事不好了！东城墙根下底下有一处排水孔，被人从里面往外扩了一截。小的钻进去查看过了，洞道一直通向城外密林里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洞口周围可有人看守？就刚才发现的。小的带人把那片枯草全扒开了，洞口有新土泛出的痕迹，泥土还没干透，小的不敢擅自做主，就立刻来报了。一个萧景琛竟然钻地道跑了！统领，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上报陛下？不必，人肯定还没跑远。传我命令，点齐300精锐，立刻出城搜查。他们带着重伤之人，跑不远。官道上都有重兵把守，他们肯定是往苍梧山方向去了。殿下伤口发炎了，烧得厉害，这样下去不行。这山里有没有能退烧的草药？小家伙，我家殿下伤口发炎化脓了，现在高烧不行。这附近可有止血退伤的草药？你能听懂我说话？我只认识松果，草药我不熟悉。不过你可以去山里找找鹿群，他们知道草药的种类。我去溪谷寻药，你守好殿下。还是我去吧，你一个姑娘家在山中独行，恐有危险。你不认识草药，还是我去。殿下这里离不开人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谢谢你，梅花鹿。这紫金草正是退烧生肌的良药，快回去吧。这药新鲜捣敷才管用，山路滑，当心些。我家殿下危在旦夕，我得赶紧回去，改日再好好答谢你。追兵这么快就跟上了。你这猎犬当真管用，可别让本将白跑一趟。赵统领放心，小的在这苍梧山当了30年猎户，这狗能闻出10里内的生人味儿，找几个人不成问题的。禁军带了猎犬搜山，猎犬的鼻子最是灵敏，找到山洞是迟早的事。猎犬听令，从哪里来的把他们带回哪里去，不然我就让臭鼬来熏瞎你们的鼻子。哎，别！小点听令，立马走，立马走！怎么回事？不是刚从这边来吗？怎么又回去了？本将警告你们，最好别耍花样。不敢，小的保证，猎犬绝对不会出错。姑娘回来了，殿下还在发热，一直没醒。我在溪谷边找到了紫金草，是退烧生疾的良药，先给殿下服上。药也喝了，希望殿下能快点醒过来。凌霄姑娘，我去附近找点野果回来，你守着殿下。林护卫小心，快去快回。好累，我就睡一小会儿。饿了2天了，终于遇到了个两脚兽，可以饱餐一顿了。我咬喉咙，你撕腿，咱把洞口堵住，他俩谁都出不去。退后！瞎了你们的狼眼，连本尊也敢动！他在和我们说话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对，难道他是御兽族的？御兽族早就被灭族了，怎么会还有活口？而且他身上没有兽骨盘啊！继任的本尊，还不赶紧退下！今夜替本尊在洞外放哨，若有官兵靠近，立刻报信。明日一早，东坡那群肥兔便是你们的赏赐。若敢不从，信不信本尊灭了你们的狼群？别！我们守，我们马上就去。怎么感觉身子越来越虚了？这御兽秘术也太好气血了。我回来的时候看到2头狼往林子里跑，没伤着你吧？没事，他们被吓跑了。
我在山那边遇到个被蛇咬伤的采药老翁，顺手救了他。他说在这山里住了几十年，知道一条隐秘的崖道秘境，能直接绕出苍梧山，直通往西北的官道，能省至少3天的路程。采药老翁，这荒山野岭的，怎么会这么巧？他还给了我几株治伤的草药，说是泻灵，我检查过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怎么样，这草药没问题吧？都是寻常的治伤草药，确实能用。但是这荒山野岭的，一个老人被蛇咬伤，还恰好被你碰见，难保不是追兵设下的陷阱。殿下一直昏迷，也想不了那么多了。既然药没问题，就先给殿下用下吧。现在外面到处都是追兵，必须要万分谨慎。我得再去探探路。林护卫，我去附近寻些清水。猫头鹰，这山里是不是有一条能直接出山的崖道秘境？真的能走吗？咦，你怎么知道？在西峰那边确实有一条出山的小路，但是路特别陡，平时只有山羊才从那儿走，都没有人去的。太好了，采药翁说的是真的。路虽然险，但总比被追兵堵在这山里强。已经找了一天了，怎么连萧景和的半个影子都没见着？再找不到人，你我几个脑袋加起来都不够砍的。统领大人，小人有天大的线索要密报，小人见到了悬赏之人。此话当真？萧景川人在哪儿？小人遇到了一个拿着佩剑的人，那人身形高大，剑上还刻有花纹。小人觉得肯定是身份不凡之人，已经骗他们说西峰有密枣出山，他们这会儿肯定往那边去了。佩剑肯定是萧景云的护卫凌风，哈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！哈哈，你个老翁可是立大功了，重重有赏。点齐所有人马，立刻看往西峰崖道口埋伏，本将让他们有来无回。遵令。小人愿为统领带路，那密道只有一个出口，他们插翅难飞。莲溪姑娘，有句话我想问很久了。林护卫但说无妨。你不过是东宫一个普通侍女，为何要为殿下做到这般地方，冒着杀头的风险，几次三番的舍命相救，到底是为何？我5岁那年，家族被灭，我躲在尸堆里侥幸逃了出来，一路流落乞讨，能吃的苦全吃过了。直到我7岁那年冬天，在京城街角快要饿死了，是路过的太子停下脚步，不顾阻拦，给了我热粥和银两，还安排人安顿我。后来我辗转进了东宫当侍女，就是想报答殿下这份救命之恩。你就是当年那个在城门口的小姑娘。林护卫知道我。当年我刚入东宫当差，陪着殿下出宫，我记得殿下回宫后还被大夫训斥了一顿，说他随意施恩于来历不明的孤女，空惹祸端。殿下当年也只是个10岁孩童，却不顾众人阻拦救了我一命。如今殿下有难，我必誓死追随。灵溪姑娘，之前在城中对你有诸多防备，说了不少重话，凌风今日给你赔个不是。殿下，你醒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您伤势初愈，不可强行起身。无碍，灵修，刚才你与凌风说的话，孤都听到了，难为你记了这么多年。殿下，如今追兵步步逼近，好在属下与灵修姑娘寻得一处密道，可直接绕过这苍梧山，前去西北。辛苦你们2人了。既然密道能出山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就走。萧景晨，躲了这么多天，终于让本将找到你了。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不好，那个采药翁是故意引我们过来的，我们就要进了。现在才反应过来，太迟了！放箭，一个不留！殿下快走，属下挡住他们！今天一个都别想走！放箭！凌啸，小心！殿下！萧景晨，
你终究还是落在了本将手里。赶紧把传位诏和兵符交出来，当今圣上说不定会给你个痛快的死法。呸！做梦！我萧景琛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臣服于你们这种弑君篡位的乱臣贼子。这段时间通圣媒术用的太频繁，气血损耗代价太大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起作用。想不了那么多了，绝不能让电炮落入贼子之手。有狼！是狼群！狼？怎么会突然有狼群？兴许是被血腥味引来的，趁着他们拖住官兵，咱们快走！统领，那些狼跟发了疯一样，弟兄们死伤惨重，萧景琛他们往山顶跑了。既然抓不住活的，那就一把火烧了这苍梧山，带萧景琛的尸体回去复命也是一样。没想到，竟是绝路。凌霄姑娘，等会儿我负责拖住他们，你护着殿下找机会出去，不用管我。不行，你一个人挡不住的，肯定还有别的办法。刚刚召唤狼群已经耗尽了全部力气，这御兽秘术恐怕暂时使不出来了，怎么办？你们听着，萧林要的人是我，这是密诏和虎符，你们带着这些东西走。玉佩是我东宫信物，拿着它去西北找陆将军，他会护你们周全。殿下，我不走，我发过誓要报答殿下的。殿下，属下生是东宫的人，死是东宫的鬼，绝不可能丢下殿下独自逃生。胡闹！连主子的话你们也不听了吗？我现在是命令你们活下去！殿下，如果没有您，凌霄早就饿死在了街头。若殿下执意赴死，那凌霄便赔您一道。我这条命，本就该还给您。糊涂！我身为太子，今日唯有一死。你不过是个无辜的侍女，何必陪我葬僧于此？走啊！不要！他们在崖边！大冒皇天在上，我凌霄今日立下血誓，此生此世唯殿下一人侍从，誓死相随，生死不离。属下凌风同立此誓，与殿下同生共死。你们这又是何苦呢？别让他们跑了！萧景琛，你已经无路可逃了，乖乖交出传位密诏与兵符，本将或许能给你们留个全尸。赵猛，你曾是御前亲卫，父皇待你不薄，今日你助萧林弑君夺位，你的良心何在？你死后可敢去见先帝？住口！一介反贼也配妄议本将？萧景琛，本将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密诏和兵符到底在哪儿？你回去告诉萧林，他这辈子都别想名正言顺坐上那把龙椅。我萧景琛今日虽死，却要让他千秋万代永背弑君篡位之名。我萧景琛能得凌霄二人如此忠仆，此生无憾。不好，他们要跳崖，快抓住他们！统领，这崖底全是乱石，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他们必死无疑。如今三皇子已在京中登基，绝不能让萧景琰带着先帝密诏与虎符活着离开。留一小队人马继续搜寻，务必找到密诏与虎符，其余人随本将回京复命。凌霄姑娘，凌霄姑娘！多亏了这崖壁上的疏关缓冲，否则今日必死无疑。殿下额头滚烫，得先生火把殿下的衣服烤干。
这里有座村子，就是不知道三皇子的人来过没有。这里在悬崖底，估计追兵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这里。不过还是小心为妙。站住！什么人？落霞村不留外人，再往前一步，休怪乱箭无情。诸位壮士，我大哥在山中遭遇强盗，受了重伤，求求你们赏个容身之主，救他一命。小姑娘，我是落霞村的村长，不是我们见死不救，只是落霞村世代隐居于此，从不收留外人，你们还是另寻别处吧。老伯，我大哥伤势严重，再得不到救治，怕是活不过今晚了。我们兄妹三人因家中遭了变故，才一路逃难到此，绝无半分歹意。我二哥身强力壮，可以帮你们干活，还求老伯发发善心。看着小兄弟伤得极重，你们也不似作恶之人，罢了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你们养好伤就速速离去。谢谢老伯，我大哥养好伤就走，绝不惹麻烦。放他们进来，领去村委的空屋。村长就这么放他们进来了？我看那大高个气质不凡，不像是个普通人。管他呢，村头发了话，咱照办就是。听说外边乱得很，咱村这些年能太平，靠的就是不多问不多管，回头多留个心眼盯着便罢。他们若真有不轨之心，咱这猎公也不是吃素的。狼群，是狼群围村，好多狼，快起来！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狼？是村里谁碰狼崽子了吗？守住栅栏，别让他们冲进来！快点火把，狼怕火！按常理来说，狼群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。这么大规模的围村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丫头，你在干什么？危险！快回来！此地乃人类村落，尔等深夜围村，所谓何事？人可忒奸了！今儿个有人在后山下了钢尺夹子，我那孩儿腿干折了，掉深坑里困住了。今儿黑下要是不把我孩儿放出来，我就血洗了这村儿。后山是谁设的陷阱？可有谁见过一头被困的小狼？今天我跟我爹在后山下了一个套子，但那是抓野猪的，我没想着会套到狼。那是村民抓野猪布的县长，不是有意伤你孩儿的。我随你去救他，若我治好你孩儿，今夜你带着狼群立刻退去，不得伤村中一人。我就想救俺孩子，上来！小妹，你要去哪儿？这山中野兽凶猛，万万不可冒险啊！二哥，我和狼群去救小狼，你照顾好大哥。有点疼，马上就好了。小家伙再忍忍。谢谢啊，恩人，这份恩情咱狼群死也不敢忘。往后要是有啥吩咐，俺们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凌风，狼群还送给我一只野兔做献礼，你快来看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昨夜狼群围村，即使是常年在山中的猎户也会畏惧。你一介女子，非但不怕，还敢孤身随狼群进山，回来时还能毫发无伤。还有这2把剑，剑上的魂势不凡。你们到底是何人？来落霞村究竟有何目的？丫头，不怪秋言多心，落霞村就是因为与世隔绝，才得以在历代王朝更替中存活。你们身份不俗，恐会给村子带来灾祸啊！秋言兄弟，你既然认得剑上的纹饰，那你可认得这个？一块玉佩，无齿龙纹，这是东宫之物。躺在地上的那位是大药太子萧景琛，如今京城宫变，三皇子萧凌弑君篡位，正在全力追扒太子殿下。我们被逼到此，并非有意欺瞒，更不想连累落霞村分毫。竟然是太子殿下！草民不知是太子殿下驾临，有所怠慢，还请太子殿下恕罪。草民拜见太子殿下。两位恩人，方才多有得罪，
草民实在是不知。无碍，只是太子重伤昏迷，外面叛军四处搜捕，不知这村子能否让我们暂时落脚。落霞村身处苍梧山断崖底，四周山峰环绕，很是隐蔽，而且村子里的人非必要不出山，外人更是难寻到此地。太子殿下可放心在此养伤。草民这就回去叮嘱全村上下，封紧口风。实不相瞒，家父原是边关退下来的百夫长，10年前被狗官与山匪勾结害死。我邱岩空有一身武艺，却报国无门。既然是正统太子在此，我邱岩愿率领村中年轻烈虎为殿下效力。你既有效忠殿下之心，便是好。只是殿下现在处境危险，你可想好？我爹从小就告诉我，为人要像这大山一般，站得稳，站得直。如今乱贼当道，我邱岩甘愿为太子殿下效力，剿灭叛军。殿下的伤拖不得了，这村中可有大夫？速速去请！太子殿下伤口内的余毒和淤血已经攻心，高烧不退。现在这些草药只能暂时吊命，若要救命，唯有去山外青衣镇回春堂，请苏大夫亲自出马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我现在立刻就去。清溪镇是劝往西北的要道，赵猛的人定在镇上设了关卡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还是我去吧。赵猛他们对我不熟悉，我行事也方便些。你留在这里，万一有追兵摸到村子里，还需要你来主持大局，殿下就交给你了。凌霄姑娘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清河镇我之前去过，知道路线。况且镇上人员混杂，多一个人也多一份照应。此人身手看上去不错，正好借此探探他是否真心想要为殿下效忠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今晚就走。还好，画像上只有殿下和林峰，我一个小小侍女，果然没入他们的眼。那我进入城中应该会方便不少。抬起头来！凌霄姑娘，盘查太严了，我们身上带着兵器，怕是混不过去。好久不见，你从山里出来啦？小山雀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能不能带着城墙上的那群麻雀引开官兵？我急着进城救人。没问题，啾啾，今天又是做好事的一天。哪来的扁毛禽兽？走开！哎呦，我的眼睛！就是现在，快走！你听说了吗？那回春堂的苏清河，1年前他父亲被三皇子一党冤杀了，还是太子把他的命保下来的，真是可怜。可不是嘛！现在三皇子一登基，县令那头又盯上他了，要强纳人家入府做妾。苏清河抵死不从，县令便派了衙役日夜把守医馆门口，说是保护人家。呸！什么保护？明摆着是逼人就范。好好一个悬壶济世的女大夫，愣是被困在这巴掌大的医馆里，跟坐牢有什么两样？苏清河同是被三皇子所害之人，那事情就好办多了。这帮贪官污吏竟如此无法无天！凌霄姑娘，医馆防守严密，咱们怎么进去？硬闯肯定不行，得先弄清楚衙役轮值的时辰，咱们入夜再动身。凌霄姑娘，你进去，我在此把风。有情况及时叫我。谁？苏姑娘莫怕，我是太子萧景琛的侍女凌霄。殿下如今身负重伤，性命垂危，特来请姑娘出诊救人。你是太子殿下的人，太子还活着？玉佩为证，灵秀绝无虚言。殿下还活着，只是叛军追杀的紧，殿下身受重伤，如今落脚在苍梧山腹地。是东宫玉佩没错，当年我父亲被奸臣诬陷冤杀，是太子殿下保全了我这条命。只要能救殿下，清河万死不辞。只是我脚上被铁链锁住，钥匙在门外牙头子身上，
没有钥匙，我根本出不去。苏姑娘别急，你先收拾好要带的物品，钥匙我来想办法。把那门外守卫腰间的钥匙给我偷过来，这2块点心就是你们的了。得嘞，老大，保证完成任务，您就请好吧。整个镇子上都是那县令的人，咱们这样估计不太好出城。秋妍，你先带着苏想想赶回落霞村，殿下的伤耽误不了，我去引开这些人。不可，你一人在此太危险了。来不及了，救殿下更重要。站住！什么人？苏清河，那是县令大人要纳的妾室，他要逃跑，快拿人！嘘，别叫，这个给你吃好不好？哎呀，真香！好久没吃到饼了，嘿嘿，这都是我的弟兄们，大家伙饿了好久了。你还有吃的没？后面的坏人在抓我，你们帮我拦住他们，这一袋干粮就都是你们的了。成交！弟兄们，让我们狠狠撕咬吧！哼，那丫头明明往这边跑了，人呢？啊！我的脚！哪来的疯狗？快打死他们！为了食物而战，弟兄们上！狗狗们做得好，下次若还有机会来，一定给你们带好吃的。莲溪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苏姑娘，殿下的伤势如何？殿下后背的伤口已清理干净，草药也敷上了。幸好苏家的退烧秘方有效，殿下体内的余毒已清，只是失血过多才一直昏迷。接下来细心调养半月，便能安然醒来。苏姑娘真乃神医，林护会不必多礼，我只是尽了一名医者的本分。何且殿下曾有恩于我，我一直记在心里。苏姑娘，你今后有何打算？还要回青山镇吗？回春堂本就是父亲留给我的，他老人家生前嘱咐我，以后一定要成为悬壶济世的医者。但现在回春堂早就被县令掌控，失去了原本的初心，这样的肮脏之地，不要也罢。我要留在此地，殿下日后若要起兵，军中医者必不可少。我想在村中设立一间临时医社，借此机会培养一批懂医术的年轻人，为殿下日后起兵做准备。手臂端平，出枪要快、准、狠。平日里多流汗，日后上了战场才能保住性命。凌啸，我看你最近面无血色，还总出汗。刚才给你把脉才发现你气血亏得厉害，快把这碗当归补血汤喝了补补。多谢苏姑娘，我就是最近有些累没休息好，不碍事。如今三皇子弑君登基，各地暴政，还强征壮丁修别院，许多人家活不下去了，都拖家带口的往山里跑。这从不收留外人的落霞村，竟也多了几十号人。百姓们不过是想能吃饱穿暖，如今竟是一种奢侈了。我相信太子殿下一定能让大药百姓过上这种生活的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去看看殿下。你在哪儿找到这面军旗的？山外30里，清溪镇的人带着大批穿铁甲的士兵，正朝着苍梧山的方向来，说要进山剿匪，把苏姑娘抢回去。终于还是来了。这么多官兵，咱们落霞村的猎弓再准，也挡不住铁甲长刀啊！要不，还是赶紧收拾东西，往深山里避一避吧。这落霞村是我们好不容易建起来的，太子殿下的伤刚好转，经不起折腾，何况躲进深山，跟等死有什么两样？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落霞村是我们的地盘，他们既然敢来，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凌霄姑娘的意思是要正面迎敌，可我们只有几十个刚训练出来的青壮年，武器兵刃也严重不足。谁说我们只有几十个人？这整座苍梧山都是我们的兵。都走快点！区区几个流民和山贼，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
县令说了，今天必须把那苏清河抢回来。兄弟们，这里有人要来抓咱们的伙伴，给我砸！有埋伏！山上有人砸石头！野猪大哥，就是那些人。我上次亲耳听见他们说，要把这山里的野猪全部抓走，还要薄皮卖给镇上的肉铺。好大胆的人嘞！竟不知道这片山是俺野猪王罩着嘞，今儿个就叫他们尝尝厉害！好多野猪，这山里有妖怪啊！稳住！都给我稳住！不许跑！谁跑我斩了谁！哼！不知死活来活，还敢跑到苍梧山来找事来！妖怪，山神饶命！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！落霞村的男儿们，杀！饶命！我们投降！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小的也是奉命前来，身不由己，惊扰了山神，冲撞了各位好汉，还请大人高抬贵手，放小的一条生路。殿下如今还未醒，杀了官府的人只会引来更多麻烦，给他们个教训就行。带着人滚出苍梧山，把兵甲谁下，就当是你们给山神的赔礼。日后若再敢来，定不饶你们。是，小的以后绝对不来了。你们不知道，那县尉被吓得屁滚尿流，还称我们是山神，哈哈哈，真是过瘾。殿下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近几日应该就能醒过来。谢谢你们，为了我还得罪了官府的人，请受清锦一拜。苏姑娘莫要多礼，殿下的命是你救回来的，该是我们谢你才对。吵死了，姑想多睡一会儿都不行。你们几个整日在床前叽叽喳喳，吵得姑的头好痛。殿下，您终于醒了。姑再不醒，耳朵都要被你们吵出茧子了。民女苏清河拜见太子殿下。草民秋言拜见太子殿下。落霞村上下恭迎殿下醒来。都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姑虽然昏迷，但你们每日在姑耳边说的话，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日后姑定好好答谢两位的救命之恩。多谢太子殿下。殿下，您有所不知，这次能死里逃生，建起这落霞营，全靠灵秀姑娘。她不仅在清溪镇请来苏神医，更是利用山中异兽大败200官兵。灵秀姑娘真乃奇女子。林护卫谬赞了，我不过是运气好。山中的野兽本就厌恶生人闯入，我只是摸准了他们的习性，借刀杀人罢了。凌霄，你为姑做了这么多，是姑的救命恩人，你可愿做这落霞营的军师？林修自当肝脑涂地，义不容辞。如今我们虽在这落霞村落了脚，也有了兵力和兵器，但清河镇一事，消息势必会传到萧林耳朵里，追兵找过来也是迟早的事。我们这点人马远远不够，必须要赶紧和陆骁将军取得联系。可是前去西北边关路途遥远，殿下的伤刚刚痊愈，断不可再奔波劳累。且安慰遍布各州关卡，殿下前去实在危险。殿下，属下提议，殿下在这落霞村养精蓄锐，由属下前往西北边关寻找陆骁将军。眼下也只能这样。林峰，西北路遥远，此去凶险，你一定要万分小心。大药的未来全交托于你。末将领命，纵使万死，也务必将消息送到陆将军手中。殿下，属下这便启程了。这是。林护卫不必紧张，上次我救了狼王的幼崽，狼王的意思是让这几只黑狼护送你，他们熟悉山路，能帮你避开官府的暗哨。灵鹫姑娘神迹，凌风拜服。殿下，属下走了。万事小心，如有变故，保命要紧。凌统领一路辛苦，陆骁大元帅前任被朝中旨意调往西境防范外敌，如今这前锋大营有本将暂代，太子殿下还活着，真乃大药之幸。魏将军，既然虎符在此，
请立刻集结5000铁骑，随我去苍梧山接应太子殿下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凌统领连日奔波，我已安排人收拾出了偏场，备好酒肉。凌统领先去休息，本将这就去集结兵马，立刻派人骑上最快的战马去京城，向新帝报信，就说发现了太子萧景琛的藏身之所。另外，调一队刀斧手，把偏帐里那个姓凌的给我软禁起来，若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属下明白。还好我们跟过来了，不然凌风这小子今天就得交代在这儿了。魏坤这个叛贼，竟然投靠了萧凌。多亏了这2只灰狼把我从帐中带出，不然就中了这奸贼的计了。2位狼兄弟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我说话？现在魏坤已经派人往京城去了，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把消息告诉殿下。你们一个回苍梧山报信，一个随我去找陆骁将军。好一个坠马身亡！张猛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！萧景琛不仅没死，还派人联系西北边关的陆骁，这就是你给朕办的好事。陛下息怒，臣罪该万死。臣当日派人搜过水崖下，不知那萧景琛竟如此命硬。臣立刻带人去苍梧山，绝不留活口。朕给你5000禁军精锐，即刻开拔苍梧山，把萧景琛给朕带回来。再有失误，你便提头来见，朕容不得无能之辈。臣领旨。凌风已经走了半月有余，为何不见一点消息传回？会不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？西北边关地远，消息不通，兵营中是否有三皇子的人也未可知。陆毅将军为人正直，与我又是故交，投靠弑君篡位之人绝无可能。我这病已经痊愈了，若明日还无消息，我们亲自前去。是谁伤的你？凌风呢？怎么只有你回来了？你们要找的人不在军营里，有个叫魏坤的给京城报信，凌风将军跟着我弟弟去找人了。我回来是要告诉你们有危险，谁知我刚进苍梧山，就差点一群穿铁甲的人抓住，他们已经快到村口了。殿下，这是跟着林护卫去西北的狼，看来西北军中已经有人投靠三皇子了。这狼伤得极重，跑不远，肯定是在附近被伤的，有人带兵进山了。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！村子附近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官兵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咱们的暗哨全被拔了，都没来得及报信，现下已经快到村口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苍梧山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秋言，你率200轻壮，依托寨墙和地势，多设巨木和落石，我去拖延他们的时间。萧景琛，你还真是命大，躲在这破村子里算什么本事？等本将砍了你的项上人头献给皇上，镇国大将军的名号就是我赵猛的，给我杀，天下不留！落霞村的壮士们，保护太子殿下！山中万兽听令，护我主上，驱尽来敌。该死！怎么会有这么多畜生？传我将令，放火箭，把这村子连同那帮逆贼全部烧成灰烬！不好，这御守秘书怎么越来越消耗气血了，手都抬不起来了。这丫头一直跟在萧景琰身边，看来是萧景琰的心上人了。我这就送你们去地狱团聚。凌霄！臭丫头，坏我好事，今日便送你上路。难道今天就要死在这儿了？该死的畜生，滚开！逆贼赵猛，替伪帝三皇子做事，替他弑君篡位，对孤紧追不放。今日孤便替父皇清算你！统领，这山里有古怪，这么多野兽袭人，会不会是山神发怒了？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连天地百兽都容不得你这弑君篡位恶贼的帮凶。撤！先撤回青蛇阵！凌霄，
秋妍，快去找苏姑娘医治。苏姑娘，凌霄情况如何？为何会突然昏迷？他并没有受外伤，而是气血亏空导致的昏迷。气血亏空，可他一直跟在姑身边，吃出用虎都与姑一起，怎会亏空的如此严重？这就是奇怪的地方。他的脉象虚弱的如同行将就木的老人。我开了吊命的方子，但能撑多久，全看他自己。凌霄，为何每次危难都要挡在姑的前面？你到底瞒了姑多少事情？殿下，刚刚一战，村内除了部分房屋被毁，人员并无伤亡。赵猛受挫，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加强村口防线，随时警戒。是。统领，弟兄们被野蜂和野狼咬死咬伤了大半，现在人心惶惶，都说这苍梧山里有山神，攻打碰不得。放屁！什么山神？不过是些发狂的动物，肯定是萧景琛那小子的诡计。传我命令，回清河镇休整一夜，明日派人去摸清落霞村的底细。小雀儿，帮去看看赵猛的禁军如今驻扎在何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不能与动物交流了？也完全感知不到他了。难道是昨夜强行发动血招，遭到了反噬？你终于醒了，殿下把你抱回来的时候急坏了，又守了你一整晚。苏姑娘，我的身体有什么异常吗？你的气血亏空到了极致，脉象乱作一团。这段时间你必须静养，绝不能再动用一丝气力，否则大罗神仙也难救。多谢苏姑娘。殿下如今在何处？殿下在村口加固防线，听说赵莽的残兵退到了清溪镇，殿下担心他们会卷土重来。你先别操心其他事了，先把药喝了。启禀统领，小人今日装作货郎摸进落霞村，那村子里根本没有多少兵力，只有100多个庄稼把式、青壮年。大真，昨夜在山里袭击我们的狼群和野蜂呢？小人打听过了，那些野兽早就散尽深山了。村民们自己以为是山神显灵保佑，村里根本没有什么异常。萧景琛啊，萧景琛，原来只是装神弄鬼。你果然是个无路可走的废太子，老子差点被你给骗了！统领，万万不可鲁莽，弟兄们被野兽撕咬，死伤过半，如今士气低落。若此时强攻，万一再遇到那些邪门术士，咱们怕是要全军覆没。混账！陛下给我们的期限就要到了，若是抓不回萧景琛，拿不到玄机秘诏和青铜虎符，你我都得死！传我命令，全军集结，即刻重整队伍，攻打落霞村，活捉萧景琛者，赏金10000两！殿下，巨马和陷阱都已布置妥当，但村民们毕竟没见过血，真打起来，怕是挡不住禁军的精锐。无妨，赵猛吃了大亏，必定急于立功。今天他一定会。昨夜一战，村民们士气正盛，正是趁热打铁的好时候。殿下，不好了！镇上的禁军杀过来了，好多人！落霞村的男儿们，拿起你们的兵刃，随姑应战，剿灭叛贼！都给老子麻溜往上爬，把落霞村攻下来，活捉反贼萧景琛！我定为你们在陛下面前请功！不怕死的尽管来，姑定会好好招待你。殿下你就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我定叫这群叛贼有来无回。哼，
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打这城头杀了他们，他们不过是虚张声势。推倒梯子，用火把砸下去，别让他们进寨墙。统领，这帮刁民依托寨墙死守，兄弟们伤亡过半，攻不进去了。该死！萧景琛竟然能把一群泥腿子训得如此悍不畏死！统领，再打下去，我们带出来的人就全打光了。先撤回青山镇，从长计议吧。撤退！全军退回青山镇！我们赢了！我们打退了叛军！玉寿叔为什么还是毫无感应？赵猛带的人就在青山镇虎视眈眈。落霞村虽然易守难攻，但毕竟人数有限。殿下如今四面楚歌，我若无异能，拿什么保护殿下？怎么坐起来了？累不累？觉得身体如何？多谢殿下挂念，已经好多了。听说赵猛又回来了，殿下可曾受伤？方才我进门时见你神色慌乱，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只是昨夜做噩梦未曾睡好，精神有些恍惚，没什么大事。既然如此，你便安心静养，莫要多思。我先去寨墙那边盯着，有什么事让人来叫我。血结印已经无用，朝廷的人随时可能再来，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这林中动物众多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恢复御兽术的方法。这血兆反噬竟如此严重，我的脸上一点气色也没有。是一只小老虎，它怎么会失足掉进这深潭里？小老虎，撑住！我这就带你上来。怎么回事？谁在拽我？该死！这水草怎么缠得这么紧？出来忘了带匕首了。试试御兽秘术还能不能用？御兽秘术为什么还是没有回应？难道今日我与这幼虎都要葬身于此？萧景琛，瑞塔，快瞧，这儿有个好俊俏的姑娘，她快淹死了。愣着干什么？快救人呐！拉住她！还有那只小虎，把这乱七八糟的水草咬断！快救人！快救人！你们方才是在跟我说话？哟呵，还是个能听懂我们说话的人，不错不错。谢谢你，姐姐，我以后再也不贪玩了。我方才并未结印，也未以鲜血为引，为何能如此清晰地听懂他们的交谈，甚至直接指引他们来救我？山林百兽，听我心诏，聚！心意相通，御兽无痕，我的秘术竟然在生死边缘之际突破了。恩人，感谢你救了我的孩子。太好了，御兽术又回来了，不仅不用鲜血为引，还能感知到万兽的意念。这下就不怕朝廷的官兵再打回来了。雷大当家，我们落霞村与你们黑风寨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今天带人堵在这村口是什么意思？秋言，少跟老子装糊涂！老子听清溪镇的人说，你们前日打退了朝廷的大官兵，那些官兵身上的油水军饷肯定都进了你们村吧？识相的，把金银财宝交出大半，老子保你们平安，否则今天就砸了你们这破村子！胡言乱语！我们只有保命的柴刀，根本没有什么官兵财宝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，抢光他们！
妈的，这帮打猎的有点本事，先撤，回黑风寨，召集所有人再来。撤！快，抬上受伤的兄弟，我们回村找殿下和苏姑娘。是。殿下，属下无能。黑风寨的雷暴以为我们私吞了禁军财宝，方才下山袭扰，打伤了我们2个兄弟。黑风寨在这种关头来闹事，怕是会让赵猛抓住机会再犯。凌风已去西境求援，在此期间，我们绝不能腹背受敌。黑风寨地势险要，若我们能反客为主将它拿下，不仅能除掉隐患，还能作为前哨据点，日夜监视清溪镇方向的动静。不错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眠？今晚我便亲自带人去收服黑风寨。殿下，我的身体已无大碍，请让我一同前去，或许能帮上忙。好，你心思缜密，便随我同去。秋言，集结村中精壮，今夜我们便摸上黑风寨。如今御兽秘术既已突破，我便以心音视之，林中的生灵听我心照。果然，山中百兽都能感应到我的心念，且无需损耗半分气血。此地危险，你跟紧我，千万别走散。殿下放心，动物们潜入山寨，把他们的刀剑全部偷走。野猪们，去撞开寨门！这玩意儿还挺沉，谁来给我搭把手？怎么回事？有野兽袭寨！我的刀呢？我的刀怎么不见了？都慌什么？拿刀砍死这些畜生不就行了？大当家的，邪门了！我们的刀全都不见了！大胆山匪，还不速速投降！山神降罪，这是山神降罪啊！贵人饶命，我们愿意归顺。从今日起，黑风寨听我调遣，若有二心，下场便犹如此寨门。小人明白，全凭贵人吩咐。这次使用御兽术，身体没有不适，看来我的能力的确升级了。殿下，黑风寨已整编完毕，50名青壮已编入民兵，剩下的30名老弱已送往落霞村务农修墙。找个心思缜密的，带人驻守着黑风寨。此处改建为前哨站，必须日夜监视青山镇的官军，如有异动，立刻快马汇报。是。灵秀最近往山里跑得越发频繁了。参见陆大将军，属下是太子的贴身护卫凌风，奉太子殿下之命前来求援。这是先帝的青铜虎符，还有东宫玉佩。凌风，你为何会落得这般田地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三皇子萧凌发动宫变，弑君篡位，毒害皇后，血洗东宫。如今正派禁军在苍梧山全境追杀太子，混账！萧凌这逆贼，竟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！传我军令，3军集结，本将要亲自带兵杀回京城，清君侧，扶正统。将军息怒，此事关系到大药社稷之根本，万万不可鲁莽行事。殿下如今命悬一线，大药江山危在旦夕，你让本将如何冷静？将军，西境外敌如今正陈兵关外，虎视眈眈。若我军主力此时轻动，蛮兵必乘虚而入，届时关防大开，大药危矣。可太子殿下在苍梧山危在旦夕，若无西境军救援，殿下怕是撑不住。将军，我们需先稳住关防，绝不能给外敌可乘之机。但太子殿下不可不救，我们可分兵东进，暗中相助。谋士说的有理，若是丢了西境，本将变成了千古罪人，也无颜去见太子殿下。凌风，
本将给你3000精锐铁骑，秘密东进支援殿下。本将留守西境，防范外敌，向天下人昭告萧林的弑君罪名。属下领命，定不负将军所托。立刻拟定檄文，通传各州。本将要让天下人都知道那逆贼的罪行。听着，我是魏坤大人埋在西界的钉子。陆骁已经暗中派凌风带兵3000东进，还写了声讨陛下的檄文，准备通传各州。什么？陆骁竟敢公然抗旨分兵！你立刻快马加鞭，800里加急将这封密信送往京城，绝不能让檄文传开，必须让陛下立刻派兵截杀凌风，增兵苍梧山。废物，统统都是废物！赵某带了上千禁忌精锐，居然被一群山野村夫和几只畜生打得抱头鼠窜，还不陆骁竟敢背叛朕！西北3000骑马与萧景城会合，必会后患无穷。陛下莫忧，微臣谏言，可再加派2000精兵，与一队神臂弓弩手前去增援赵将军。神臂弩威力巨大，射程极远，务必在陆骁的援军赶到前，彻底剿灭叛贼。准奏，传朕旨意，立刻调拨粮草军械，3日内送达清溪镇。告诉赵猛，若再拿不下萧景臣的人头，提头来见。小家伙告诉我，赵猛已调集2000精兵与神翼弩，3日内便要进山。好在我如今御兽秘术突破后，不需要血影结印，只用心音便能与其交流。殿下，我在山中探听到，赵猛的2000精兵与神臂弩已经全部运抵清溪镇，3日内就会大举进山。2000精兵还有神臂弩，殿下，落霞村战墙不稳，村里伤员还没好全，若被他们围困在山里，迟早会被困死。殿下，一位巨手只会坐以待毙，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之，主动出击，拿下清溪镇。什么？主动出击？我们只有青壮100余人，怎么跟2000精兵打？赵猛要进山，势必会带走大部主力，城中防守必然空虚。只要我们拿下清溪镇，不仅能断了赵猛的退路，还能夺取他们的粮草军械，彻底打破被动局面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灵秀此计虽险却极妙。准了。孤会带人在山前多设火把，大张旗鼓布下疑兵，诱赵猛的主力深入峡谷。你们2个带精锐小队从后山暗道潜入清溪镇。殿下放心，属下定会拼死护住灵秀姑娘。殿下万事小心，待我们在城中得手，以城头火光为号，届时殿下便可合围敌军。保重，孤等你的信号。狼王，带你的族群埋伏在山前峡谷2侧，一旦赵猛大军进入，便借着地势偷袭，打乱他们的阵型即可，不需要硬拼。水獭们沿河道潜入镇中，今夜以水为引，想办法咬断粮仓门锁，破坏西街的水闸。凌霄姑娘，前面就是镇上商妇老张的后院，他早已对县令的横征暴露不满，愿意做我们的内应。邱队长，你们可算来了！赵猛2个时辰前带人进山了，城里如今只剩县令的300衙役和守军，大家伙早就憋着一股气了。很好，现在去联络镇上对官府不满的人家，准备夺取城门。今夜我们要这青山镇一主。统领，看样子萧景臣的主力就在前面了，他们似乎想借地势死守。萧景臣这是自掘坟墓！传我命令，神臂弓弩手准备，给本将压上去！放箭！退！往伏击圈深处退！萧景臣已是强弩之末，给我追上去！怎么发大水了？来人啊！快来人！县令大人，想活命，就让你的守军放下刀刃。女侠别杀我！都放下刀刃！快放下！快放下！快去城头点火，通知殿下。该死！怎么又有狼群？神臂弩呢？快射死他们！统领，不好了！清溪镇守军传来消息，县衙失守，我们的粮仓和军械库全被萧景臣的人占了。什么？
这怎么可能？萧景琛不是在峡谷跟我们交战吗？赵猛，你的退路已断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撤！快撤！回京城！大娘放心，这药是不收银钱的。您去后院领了药，回去煎服，3日便可痊愈。苏神医真是活菩萨，多谢殿下，多谢苏神医。废物，统统都是废物！2000精兵，还有府城坚城防守，居然3天就被攻破了。传朕旨意，把赵猛押解回京，凌迟处死。陛下息怒，如今魏大将军正率主力在东境平定叛乱，少说也得10日才能班师回朝。若此时杀了赵猛，只怕朝中一时间无人可用啊！难道就任由那萧景琛在清溪镇做大？不如陛下下旨严斥，令赵将军收拢残兵，死守府城。只要拖到魏大将军的主力回防，便可将废太子一网打尽。准奏，传旨给赵猛，若是再丢了府城，朕便诛他9族。属下凌风参见太子殿下，属下不辱使命，带兵赶到。凌风，辛苦你了，快起来。殿下，这是陆将军的亲笔信，西北关防已稳，后续粮草军械已在半路，不日便到。陆将军镇守西境10载，外拒北敌，内稳山河，此乃大药之社稷时。诸位将士千里赴难，萧景琛在此立誓，有朝一日重定乾坤，必不负今日这份舍命相随之意。诸军听令，逆贼萧岭，弑君篡位，天人共愤。今日我萧景琛在此祭旗起兵，上承先帝遗命，下顺万民之愿，讨国贼，清君侧，扶正统，安天下。清君侧，扶正统，清君侧，扶正统。天下已乱，殿下要战，我便为殿下打造一支所向披靡的兽风营。萧岭只以为他有高墙深沟，却不知这整座苍梧山的百兽，今夜都将成为破城的奸盗。苍鹰为眼，高空侦察；狼群、虎群为锋，撕裂敌阵；野猪为盾，阻挡强弩。殿下，赵猛龟缩不出，城外有宽阔的好城河，吊桥也已拉起。若强行渡河攻城，我军将士面对神臂弩，伤亡必定极其惨重。灵秀，你可有破敌之策？殿下放心，我已安排水陆并进之法。今夜子时，这城门与吊桥必破。大家伙再加把劲儿！那位姑娘许诺事成之后给咱们5大豆精粮，满满一堆鲜肉，抓紧干活，千万别偷懒儿。快中了，绳索快断了，任务圆满完成，等着回去堆大餐喽！快，动作快点，把这火药填入城墙根的洞穴中引爆。不好了，城墙塌了，西南城墙塌了，敌军要杀进来了！快示警！城墙已破，天险已失，诸位将士，随我冲杀入城，攻克府城，捉拿逆贼赵猛！杀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府城城墙固若金汤，根基深厚，怎会无故坍塌？护城河吊桥层层设防，怎会顷刻被毁？还有这些野兽，哪里来的这么多凶兽？统领，来不及！城墙大破，敌军入城，凶兽肆虐，军心彻底溃散，根本守不住了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！快，咱们从北门突围，连夜撤回京城求援！撤！立刻从北门突围，全速回京！招安使者，这位三皇子还真是有趣，打了败仗就来招安。陛下有旨，废太子萧景琛昔年储君，血脉至亲，朕念及手足骨肉之情，不忍兵戈相向，自相残杀，特赦你起兵之罪，加封你为一字兵监王，爵位世袭罔替，享半壁江山供奉。只要你即刻下令退兵归降，朕便与你共治天下，江山共享，钦此。一字并肩王，江山共享。回去告诉萧林，
弑君篡位，毒害母妃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唯有开城投降，袭警救路，蛊惑可留他全尸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当众撕毁圣旨，此乃藐视皇权，大逆不道！你这是彻头彻尾的造反！哼，聒噪！宋柯，陛下，陛下救命！废太子萧景琛冥顽不灵，胆大妄为。他不仅当众撕毁陛下圣旨，亵渎皇权，更是口出狂言，扬言要陛下大开城门，袭警救路，只求留陛下全尸啊！萧景琛，匹夫庶子，竟敢如此辱朕！朕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！传朕旨意，把京城所有的城防加固10倍，调集所有禁卫守军，给朕守住京城。萧景琛，你想颠覆朕的江山，朕便让你看看，这大药天下究竟是谁的囊中之物。朕倒要看看，你凭一群野兽洗万残兵，如何与朕抗衡？都给朕站好了！谁敢退后半步，朕立刻灭他九族！萧景琛，你不是自诩仁义吗？有种你就放箭攻城！传令三军，绝不可伤及城上无辜百姓。殿下仁慈，可若不强攻等东境未困的援兵回防，我们便前功尽弃了。殿下，萧岭逼民为盾，早已失去民心。我有法子，可让城内守军不攻自破。你有何良策？止诛首恶，邪可不问。殿下亲笔写下安民告示，我会让林中歌群送入城中。副将大人，您瞧，这是从天上过入营房天井的告示，是太子殿下的亲笔。开城归降者免死，止诛首恶萧岭。大人，萧岭逼着咱们的爹娘去城东当肉盾，咱们凭什么还要替他封死百命？萧岭无道，今夜听我号令，开南门，迎太子殿下萧景琛。城门已开，将士们冲入皇宫，擒杀逆贼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朕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得到！朕要让这整座皇宫给朕陪葬！走水了，快逃命啊！火势太大，根本冲不进去！快去御河提水来！项群听我号令，汲水灌火，为殿下开路。火势弱了，将士们随姑冲进去，擒拿叛贼！大胆反贼，见了朕还不下跪！萧林，你弑君夺位，残害无辜百姓，你有何颜面自称天子？哈哈，萧景琛，你永远都是这副虚伪的模样，凭什么从小到大父皇眼里都只有你？论谋略，论武艺，朕哪一点输给你？就因为你是长子吗？三弟。帝王之位承载的是天下苍生，而非个人的私欲。你弑父杀兄，残害无辜，早已德不配位。你配？哼，那就跟朕一起去死吧！去死吧！萧景琛，弑君篡位的是你，朕永远都是大尧的皇帝，朕永远都是天子，谁也夺不走。压下去，打入死牢，择日问斩。畜生，滚开！别过来！赵猛，你的狗命到头了，拿下他！老人家，慢些喝，小心烫。那边还有刚出锅的包子。多谢姑娘，若非姑娘与太子殿下相救，咱们这些老骨头早就饿死在战乱里了。你身上的秘密，姑其实早已看在眼里，但你若不愿说，姑便陪你瞒着。这一世，姑定会用这万里江山护你平安。累了吧？我来帮你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陆骁镇守西境10载，外据北敌，内稳山河，功在社稷。即日起册封为镇国大将军，赐金应子寿，执掌天下兵马。凌风屡次舍命护主，千里求援，忠勇可嘉。册封为禁军统领，赐金玉带，宿卫皇宫，拱卫京畿。册封邱岩为昭武校尉，驻守京畿。苏清河受封太医院院判，主持太医院事务。恭贺陛下！奇了，那位在苍梧山屡立奇功的灵秀姑娘，怎么圣旨读完了还没念到名字？灵秀，天资灵秀，心系苍生，于清溪镇随驾护主，屡建殊功。特赐居长乐宫，赐御前行走之权，亦应供奉等同后妃。钦此。长乐宫乃是历代中宫皇后的正殿居所，虽陛下暂未正式册封，但地心已明啊。凌霄，谢陛下隆恩。陛下，喝口参汤歇歇吧。我今日听宫人们闲聊，说起京郊旱情刚解，可底下的官吏却还在加收抗旱税，逼得百姓要卖儿卖女呢。竟有此事！朝中御史竟无一人上报。灵秀，你总是能听到这些连我都被蒙蔽的消息。若非你常在宫中留心，我险些成了闭目塞耳的昏君。能为陛下分忧，造福天下百姓，也是我之志。你听说了没有？御马监那边出大事了。今儿一早，几十匹战马跟疯了似的，眼睛通红，又踢又咬，栅栏都撞断了。真的假的？战马可都是驯熟了的，怎么说疯就疯了？千真万确。我同乡就在御马监当差，他说好几匹马把栅栏撞开冲了出来，踩伤了好几个马夫，他亲眼看见的。现在整个御马监都乱成一锅粥了，大监正急得直跺脚呢。战马发疯，好好的马不会无端狂躁。这背后怕是有蹊跷。谁竟敢夜闯皇家粮仓？这是什么邪门物件？快呈给陛下！这令牌上的铭文怎么这么熟悉？难道近几日皇宫内的动物频繁发狂，是因为这个？启奏陛下，殿外有一自称墨尘的鬼面隐士求见，称能降服近日宫中的妖兽之乱。宣他进来。草民墨尘参见陛下。草民隐居苍梧山多年，专治天下百兽之役，今日特来助陛下除妖。除妖？那你倒是说说，朕这皇宫里究竟藏着什么妖？今日宫中异象，乃是山野精怪受奸人驱使作祟生事，草民只需设坛做法，便可平息此祸。设坛做法，孤向来不信鬼神之说。不过御马监的疯马正伤了几个马夫，莫先生若有真本事，便先去收服那些疯马。草民领旨。小心，那马已踢伤了数人，切莫靠近。神迹！陛下，莫先生果真能与万兽心意相通，此乃神人啊！凌风，在京中为莫先生安排住所，彻查宫中兽患，随时面呈。属下遵命。这绝不是什么驱邪仙术，这也是御兽族的法术。同族？难道此人与我同族？但他身上散发出的又不像是正统御兽族的气质，此人又古怪。莫先生，这法阵当真能驱除这粮仓里的千百只山鼠？大人放心，此乃驱兽锁魂阵，京城粮仓绝不会再有半只山鼠作祟。神了，真的没有老鼠了！莫先生真是活神仙啊！京城的猫儿，空中的麻雀，听我号令，去盯着墨尘，
他见了什么人，做了什么事，随时来报。不管你耍什么花招，我都不会让你在这宫中兴风作浪。陛下，近日宫中兽患虽平，但草民夜观天下，发现妖星作祟，兽疫之源并未根除。哦，你有何高见？宫中藏有身怀驱兽异术之人，此等妖人能号令百兽，长此以往，必将动摇国本。你口中的异能之人，指的究竟是谁？草民不敢妄言，但此人定在陛下近侧，以柔弱示人，实则暗中操控百兽，居心叵测。够了，此事朕自有考量，你先退下吧。主上，皇帝的态度很是坚决，根本不信您的话。他不信，是因为死的人还不够多。只要受灾闹得更大，暴民怨声载道，由不得他不废了那个丫头。去吧，今夜让那里的贱民见识一下，什么叫万兽食人。陛下，昨夜京郊突遇狼群伤人，据莫先生判断为妖女祸国，驱狼食人，此等妖异若不严惩，恐失天下民心，动摇我大药的万世根基啊！请陛下彻查灵柩，以平民愤。够了！朕自起兵以来，灵柩与朕同生共死，护国有功，仅凭一面之词便定他的罪，太过荒唐。陛下，京郊百姓死伤惨重，此事需要给百姓一个交代，否则难以平民心呐。传朕旨意，灵柩暂居京郊别院，无诏不得入宫。待此事查清之前，不许再踏出别院半步。猫儿，你可知可昨夜袭击村子的那群野狼是从何处来的？遐个野狼不是苍梧山诶，而是黑狼用骨哨宁引刮来诶。查明莫曾去山中密林，遐个野狼应该就是伊叫来诶。古少，墨尘，果然是你。墨尘为人狡诈，那古少定被他随身携带，继续守着他，一旦他有任何变动，立刻向我报信。什么狗屁生死之交！皇宫里的人最是薄情寡义。我的好妹妹，哥哥这就替你收拾这群人。装神弄鬼，萧景琛派你来送我上路的。三皇子，我是来救你出去，帮你重登帝位的。你凭什么相信你？条件是什么？我要你重登皇位后封我为国师，位同三公，举国之力替我搜寻大药开国时御兽族遗落的圣物，有他，我便能彻底掌控万兽。好，只要能杀了萧景琛，夺回皇位，这天下万兽全给你，有何妨？姐儿，宫头都传媒了，陛下把你废了，那些当官的都在那哈是清河呢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只有让他们放松警惕，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姐姐，墨尘昨天晚上有去天牢见了萧凌，哎，做得好，你帮我带封密信去宫中给皇上，就说准备行动。墨尘，你以为我失了势，却恰恰是你露出马脚的开始。陛下，灵秀姑娘那边已经传回话来，墨尘果然去天牢见过萧凌了，只是天牢守卫森严，他要劫狱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你暗中调换天牢外围的守卫，故意给他们留一道缺口，让他把萧凌救出去。陛下，放虎归山会不会太过危险？不放他们走，怎么把萧凌的余党和墨尘的势力一网打尽？朕相信灵秀。灵秀，几日不见你，我夜夜都睡不着。你可想我？陛下怎么亲自来了？若被墨尘的人瞧见，咱们这几日布的局可就要前功尽弃了。这几日委屈你了，一个人住在这西郊小院里，等萧凌的事解决完，我就立刻迎你回宫。住在哪里无妨，只是墨尘此人狠辣，拿无辜百姓的性命做棋子，必须尽快解决。放心吧，我已经让凌风把消息散布出去了，称传国玉玺尚未运往皇宫，正暗中供奉在城郊太庙祈福。只要萧凌和墨尘上钩，我们便能将其一网打尽。启奏王爷，弟兄们在城中打听到确凿消息，传国玉玺在城郊太庙里供奉着，尚未运往皇宫。太庙，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哈哈哈！只要拿到玉玺，本王登基便名正言顺。放心，今夜我便驱使万蛇与毒蝎潜入太庙，必将玉玺取回。顺着毒蛇在林中留下的气息，寻其源头。找到了，陛下，
找到了，人在郊外的一间密室。冲进去，擒拿反贼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该死！你不是说万无一失的吗？萧景琛的人怎么知道这里的？闭嘴！想活命就跟着我走！你自己办事不力，竟然还敢凶我！陛下，属下探查过了，密道通往城外乱石坑，属下已派一队暗卫顺着脚印追击，但夜黑风高，那二人极善隐匿，恐难一时抓获。传朕旨意，调遣京畿营3万禁军出城追击，掘地3尺也要将萧凛和莫尘缉拿归案，绝不能让他们再用妖术危害百姓。属下领旨。带我来这鬼地方做什么？萧景琛转眼就追上来了。急什么？等我催动圣物，召来苍梧山万兽，别说他几千兵，就算整个京城，也得给我们陪葬。你当真有这本事？等着看便是。是黑熊！列顿接阵！这些野兽都被古少震伤了神智，是被强行操控的，他们自己也很疼。我知道你们很痛苦，你去告诉山里同族，不要受古少控制，真正伤害他们的是山顶那个戴面具的人。山中百兽听我心音，邪术控身，不控本心，莫要助纣为虐，自相残杀。哼，灵修这丫头倒是有几分本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的耳朵好痛！我看你能撑到几时？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。想靠邪物强压百兽，兽类只会越来越痛苦。越是这样，他们越能分清谁真心待他们。山中万兽，莫尘以邪术害你们伤痛，我以玉少族正统之名护你们周全，随我一同止戈停杀。吾乃大药正统，谁敢上前？萧林，你大势已去，还不束手就擒！拿下！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凌霄竟然坏我好事，我定要你付出代价！凌霄，你倒是好本事，为何非要跟我作对？你可知我是谁？你的脸，凌霄，我是你的堂哥呀！你不认识我了？20年前，大妖官兵冲进我们玉楼族大门，大火烧了3天3日。我的脸就是在那场大火里被生生烧烂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拼了命保护的这个人，他的父皇就是害得我们全族被灭门的仇人。莫尘，你是不是觉得那时我才5岁，根本不会记得事情的真相？当年你为了偷走族中圣物，火烧祠堂，可惜被你的姑姑，也就是我的母亲发现，你不惜杀了她，还勾结官兵，导致全族惨遭灭门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一己私欲！你住嘴！你胡说！你以为拥有了圣物就能练就正统御兽术吗？通兽之术是为了与万物共生，而非操控生灵去满足一己私欲，挑起无端杀戮。你用古少强索百兽，早已走入歧途，根本不配为御兽族人。配不配，不是你说了算。想伤他，先过朕这一关。山川有灵，草木有性，万兽皆为手足。我以御兽族之名，唤主本性，去其住户，归其清明。决！不可能！凌霄，咱们走着瞧。让他跑了。他受了伤，短时间内兴不起风浪。只要他再敢出现，山中百兽都会第一时间传信给我。萧景琛，你敢杀我？我是你弟弟！你弑君篡位，毒害母妃，屠戮东宫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兄弟？你勾结妖人，驱使野兽，残害百姓，桩桩件件皆是死罪。朕念手足一场，赐你全尸，上路吧。萧景琛，你处心积虑，步步为营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得逞了。像你这种虚伪至极、表里不一之人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按宗室之礼，葬于皇陵之外，
此前京郊受灾，皆是妖人墨尘以邪术所为，灵修平息祸乱，护国安民，功在社稷。陛下圣明，娘娘天授异能，护佑大药，实乃百姓之福。陛下圣明，传朕旨意，全境通缉墨尘，凡提供线索者重赏。各地增设受灾防护，由太医院协同制定安抚百兽之策。萧林已死，只是墨尘逃走，终究是个隐患。辛苦你了，还要时时提防他。不辛苦，只要百姓安稳，你在我身边就够了。从今往后，这万里江山百姓与万兽，我与你一同守着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灵修天资卓绝，心善德厚，半驾起兵，屡建奇功，富国安民，天下共睹。今册立为皇后，入主中宫，与朕同掌乾坤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皇后娘娘，太医院的兽医药典已编了一半，往后百姓家中牲畜生病也有法子治了。京畿防务稳固，落霞村、黑风寨安居乐业，山下村子还建起了兽舍，猎户都学着与野兽和平相处。边境传来消息，陆将军击退北敌，斩杀了魏坤的一众叛贼，班师在即。墨尘那边，各地暗哨仍在追查，暂无踪迹。好，天下太平指日可待。他说京郊麦子熟了，百姓都在收粮，今年是个丰年。有你在，年年都是丰年。